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原來如此。前幾天有一個突發的事件，讓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不是那麼的簡單，所以這期節目我們改變了原有的計劃，說一說我對這件事情的思考。而我們今天的題目是突發事件，這件事細思極恐。就在前幾天，我們在制作同在頻道節目的過程中，一個意外出現了，就是我們在錄制好音頻文件，並且將音頻文件轉成字幕文件的時候，一直使用的某歌 AI 出了問題。說起來，某歌 AI 是我覺得目前來說在音頻或視頻文件自動識別字幕方面最成功的一個，雖然不一定是最方便的一個，也不是速度最快的一個，但是優點是準確率極高。基本上字幕文件識別好之後不需要手動修改了，所以大大節省了編輯節目的時間。不僅如此，某個 AI 還會自動給你總結出一個標題。事實上 AI 給你總結出来的標題水平還是相當高的，說明 AI 完全看懂了你想要說的東西。只不過我一次都没有用過他們給的標題，因為我們的標題都是預先設定好的，所以 AI 給出來的標題似乎更貼近文本的內容，但我們自己定義的標題卻是我們最想說的。所以 AI 知道我們在節目中說了什麼，也能給出一個很好的概括，卻永遠不知道我們要通過這期節目想要表達的東西。也許某一天 AI 會知道，但起碼現在它還不知道我腦子裡都在想些什麼。也許我們的文稿制作成的視頻文件發送到網絡上， AI 會根據預先自己大數據的分析來告訴你使用哪個題目最能引來流量。所以如果到那個時候，估計很多人会選擇 AI 建議的標題。所以我們這些創作者被 AI 這樣的綁架，可能是一個遲早的事情。由於我們制作節目內容的特殊性，當下大部分的語音識別字幕的模型識別出來的字幕錯誤率都是非常高的。因為我們分享的都是聖經裡面的東西，聖經中有大量的人名地名，而且我們是使用中文的節目，就像近期我們分享的舊約聖經中，掃羅的兒子約拿單，希路亞的兒子約押，尼爾的兒子押尼爾，大衛的兒子押沙龙，這種人名。又比如像伯特利、希伯倫、伯利恆這類地名，一般識別模型很難準確地把這些字給識別出來，因為中文的環境中這些人名地名真的是太不常見了。所以在某個 AI 没有出現之前，我們制作節目的字幕是很辛苦的，因為識別出來的東西很多時候都是整句的出錯，甚至有時候修改字幕的時間比錄制節目的時間還要長。後來就開始流行使用某印軟件，裡面免費的字幕識別功能還是很不錯的，但是對于我們這一類的節目，識別出來的字幕還是有很多的錯誤，但相比早期一點的軟件和網站要好很多了。後來有一天這個功能開始收費了，這個軟件實際上就失去了我唯一看重的功能。從那時起，我就開始使用某個 AI 制作字幕了。因為我們本來做這些節目就沒有什麼收入，而且佔用了我們大量的時間。如果還要使用這些收費的軟件，等於對於我們的生活算得上是雪上加霜。大家要知道，今天找一些免費的東西真的很不容易。
制作視頻文件，好的視頻素材是要收費的，好的背景音樂是要收費的。如果軟件還要收費，那真的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所以那種每月都要交錢的軟件或者素材，我們實在沒有能力使用。其實我們使用的編輯軟件也不是免費的，但是這個軟件屬於那種一次性購買就可以一直使用的。雖然版本和功能不能夠繼續升級，但相比免費軟件更加的穩定和專業。總體上來說，收費軟件仍然有收費的道理，很多功能是免費軟件所沒有的。但是太貴的我們也用不起，只能用相对便宜的。所以有些时候該用收費的還是要交一點錢，同時能夠使用免費的就盡量使用免費的。不過這一次事件讓我覺得，今後我們在制作節目的時候一定是困難越來越多了。因为接下來可能不是軟件素材的問題，而是網絡平台會出問題。甚至將來某一天，我們這類的節目可能上傳就會遭到限制或者屏蔽。為什麼這麼說呢？我的分析是這樣的：這一次我們的文件上傳到某個 AI 的時候，網站就開始自動識別裡面的內容。我覺得某個 AI 之所以能夠做到識別字幕的準確率這麼高，因為它知道我們所分享的內容都是來自於聖經的，也就是說它的數據庫裡面有完整的聖經內容，也就是 AI 讀過聖經，甚至它的聖經比我們每個人都熟悉。所以今天我們搜索一些聖經問題的时候， AI 基本上都能給出相應的回答。先不管它的答案對不對，起碼它的知識量是一個普通人的幾千上萬倍。不過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當你向 AI 提問的時候使用英語，得到答案的幾率更大。如果當你使用中文提問，一些問題可能就沒有答案。以上這些我們僅僅說的是某個搜索引擎提供的 AI 模型，而不是說像 ChatGPT 這一類的應用程式。話說我們把語音文件上傳給某個 AI， 但是當他在讀過這個文件之後， AI 就開始自行給出了一個判斷，並且在字幕生成一半的時候戛然而止，同時告訴你系統不被允許繼續下去。之前使用這個網站的時候就出現過一次系統的錯誤，但那一次的原因是他們最新版本的模型上線，所以我就退回到老版本的模型，這樣就可以順利的識別文字了。而這一次我也嘗試退回老的版本，但是老的版本已經不能使用了。看來新的版本的確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而這種變化讓我覺得細思極恐。也就是 AI 明確地知道我們在說聖經， AI 也非常了解聖經中的每個故事，但是當我們提到一些聖經故事的時候， AI 會認為這些故事屬於仇恨或者危險的內容，因為它的後台顯示這幾類內容是他們比較在乎的，就是騷擾、仇恨、性和其他他們認為危險的內容。但是我們只是在說聖經中的內容，這些內容是 AI 都了解的，我們所說的不是他不知道的東西。所以我們可以判定的是，今天的網絡是外邦人控制的。這個世界早已經遠離神了，這個我們是知道的。這個世界是由魔鬼掌權的，我們也都知道。但是今天已經到這樣的地步了嗎？這是我沒有想到的。看看這些所謂的 AI 巨頭們，有哪位大佬高管看上去像是虔誠的基督徒呢？好像一個都沒有。
所以聖經對於他們來說只是一本書，一個宗教，一種信仰。所以聖經絕對不是他們看待世界的標準，他们遵行的是所謂的普世標準，也就是這個世界的標準。當然從這個世界的角度來看，聖經中很多的教導是沒有辦法理解的。婚前不能有性行為，我們要愛仇敵，女人要順服男人，墮胎是被禁止的，同性戀是被禁止的，等等等等。這在當今世界上怎麼可能被認同呢？舊約聖經充滿着殺戮，新約聖經有太多的束縛，這都是今天世界上的人沒有辦法理解的。原本我覺得，雖然這個世代邪惡，以至於異教都可以暢通無阻的傳播，他們不是要講平等嗎？所以基督信仰也應該給予起碼的尊重，而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AI 模型已經將聖經中的一些故事和教義定義為危險、仇恨的內容了。不知道聖經中的雅歌是不是已經被判定為露骨的性描寫了呢？其實同在的這期節目中我們並沒有說什麼，因為這一期節目分享的是大衛的遺言，是大衛最後教導所羅門的話。這裡面有對神的敬畏，也有對於下面一些大臣的處理。對於可能不忠於所羅門的大臣，大衛說這些人要除掉。对于忠心耿耿的大臣，大衛說這些人所羅門要好好的對待他們，僅此而已。大家可以去聽一聽這期節目。這樣的內容對於某個 AI 來說都是違規的嗎？真不知道還有多少聖經內容是他們認為危險和被禁止的。因為原來如此頻道的節目我們都是預先寫好文稿的，即便視頻文件不能夠直接識別字幕，我們也可以使用原始的文稿轉成字幕文件。所以原來如此頻道的節目，我並不擔心某個 AI 會判定我違規，因為我完全可以繞過它。但是同在頻道的節目接下來就有困難，因為同在頻道的節目是沒有預先寫好文稿的。換句話說，就是我拿着聖經想到哪裡就說到哪裡，所以只有音頻文件。生成字幕是一定要靠工具的。隨着某個 AI 最新版本的模型上線了，接下來再一次遇到被阻止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或者說一定会再次遇到的。所以要麼花時間手動的修改字幕，要麼沒有時間的情況下就只好放棄字幕。然而這可能不是最壞的情況，也許有一天聖經中的故事或者教義會被全方位立體性的限制或者封鎖。今天是某個 AI， 我們可以想辦法不用它。如果哪一天油管、X、臉書這些主流的平台也開始沿用某個 AI 這種標準，怎麼辦呢？之前我們頻道中已經有節目被黃標過，只不過似乎只有一次。誰知道今後的審查會不會更嚴格呢？或者說今後肯定會更加嚴格，這是我們一定會看到的事情。也許可以上線，但平台不會推薦或者限流。現在我的2個頻道已經被限流了很長一段時間，也就是說他們不希望這樣的節目被更多的傳播。或者今天的算法只是說這類節目不會產生更多的廣告收益，所以資本都是向前看的。推薦我們的節目對於平台來說不賺錢，誰知道將來某一天平台會不會認為這是危險、仇恨的內容呢？而那些錯誤講解聖經的異端邪教可能會認為是對的，因為我們能夠看到什麼，不能夠看到什麼，有些时候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总有一天会掌握在 AI 的手裡。
求神憐憫，讓我們脫離那惡者。原來如此，我們下期見。